穿越光之国，我成了一个蓝族科学家，甚至还研发了奥特断头刀连发器，还有帝皇铠甲等一大堆的竞技武器。从此之后，艾斯彻底放飞自我，每次战斗都能一次性甩出几百发的断头刀。赛罗更是再也不穿帕吉拉制度，非要变身成为更帅的帝皇侠。此时的光之国实验室内，我将泰罗带到了一处巨大的圆台前，准备让他看看我最新的研究成果。但泰罗对此却非常抗拒，毕竟我虽然研发过很多堪称神器的东西，可是自从贝利亚夺走等离子火花，并把我冻成冰雕后，我发明的东西就越来越不正常。最关键的是，每次有新东西，我都会用泰罗来做实验，最后再用被坑哭的泰罗来优化我的研究。所以泰罗下意识的就想逃走，直到听完我对圆台的功能介绍，他才收起了警惕心。根据我刚刚的描述，这是我根据赛文对雷欧的特训设计出的吉普车挑战擂台，拥有10倍重力，外加上多辆吉普车的无死角冲撞，只要能在里面反复锻炼，绝对能帮助泰罗超越雷欧，捍卫他光之国总教官的名声。见我将这个擂台夸得神乎其神，再加上他觉得实在不行的话，自己还可以开口叫停，因此泰罗这才将信将疑地踏上了擂台。岂料双脚刚一落地，一道隔离罩就围住了擂台，四周更是瞬间化作漫天黄沙的荒野。见状，泰罗顿感不妙，这个东西该怎么停下来？为什么要停下来？这个考验的就是你的意志力，只有等你体力耗尽，擂台才会停止。闻言，泰罗这才意识到再次上当，当场就要开骂，可擂台却在这时启动，10倍重力瞬间压得他差点跪在地上。紧接着几辆老旧吉普车狂飙而来，角度之刁钻让泰罗根本避无可避，下一秒就被撞飞了出去。擂台外面的我则连连欢呼。就在这时，赛罗拿着一个绿色的能量装置来到此处，并将那个装置递给了我。经过一番交流，我才明白，前段时间黑暗洛普斯入侵了光之国，这个装置便是赛罗击败他们后得到的能量核心。这次之所以前来找我，则是想让我破解一下核心的信息。闻言，我的眼睛一亮，赶忙拿着能量核心朝着实验台走去。至于泰罗，则被我忘在了擂台上，继续接受着吉普车的拷打。3天后的警备队总部，我带着能量核心的分解图，仔细讲解了那颗绿色矿石的各项信息，还说出了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这颗矿石正在向某个宇宙发射量子信号。听完后，光之国的一众高层立马商议起来，最终决定用光之国的所有能量将赛罗送往那个宇宙调查一番。对此我却强烈反对，在我看来，我才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且我还能借机收集更多的样本用来研究。可面对我的自告奋勇，奥特之父却因为我是个科学家，没什么能力自保，所以直接否决了我的提议。感受到奥特之父对我的质疑，我顿感不满，当场掏出了一把酷似手枪的武器，这是奥特断头刀连发器，足够我自保了吧？只要有这个，无论是谁都伤不到我。此言一出，一旁的艾斯顿时馋得直流口水，显然是也想要一把。不过因为目前还没有量产，所以我只好婉拒了这名光线王。但让我想不到的是，纵然有奥特断头刀连发器压阵，奥特之父却还是义无反顾地拒绝了我。见此，我也不再争执，只能面色阴沉地离开了此处。1小时后的等离子火花塔前，此刻的赛文已经将奥特赛罗手镯交给了赛罗，还嘱咐了手镯的使用方法和其他事项。但在赛罗准备起飞离开的时候，我的副手普雷斯却跑了过来，并递上一副带有单颗水晶的手镯。据他所说，这里面有一套铠甲，是我在1个小时内打造出来的，可以提升赛罗至少3倍的力量，而且它还有一个极其霸气的名字，叫做帝皇铠甲。见这套铠甲居然如此强大，赛罗当场将手镯戴上，随着一阵金光爆发，神圣威严的黄金铠甲瞬间附体，赛罗体内的力量也疯狂地涌动起来。但还不容赛罗高兴太久，普雷斯就讲出了这套铠甲的弊端。原来一旦穿上这套铠甲，消耗的能量也将达到原本的5倍，没有等离子火花塔的能量供应，赛罗最多只能维持1分13秒的铠甲状态，因此不是紧要关头绝对不能穿戴。赛罗闻言立刻解除合体，这才带着黑暗洛普斯的能量核心跃向高空。与此同时，高台上的奥特之父沉声下令，接着无数道金光从4面8方腾起，汇聚成巨大的红色圆球包裹住赛罗。红球瞬间挣脱 M78 星云引力，并带着赛罗在扭曲的时空夹缝中疯狂穿梭，红球的能量也开始飞速消耗。就在能量即将耗尽之时，赛罗终于成功来到宇宙和宇宙之间的超空间，而一个又一个的宇宙则像海葡萄般分布在此处。这时他怀中的能量核心散发出负面能量，由此指向了一个未知宇宙。可他才刚刚准备前往那里，帝皇铠甲手镯就突然迸发出诡异的光芒，我更是在一个透明光照的笼罩下缓缓浮现。看到这一幕，赛罗吓得差点叫出声来。经过我的解释，他才知晓，原来我为了去往其他宇宙，便将一切东西都给粒子化，这才藏在手镯里偷偷跑了出来。虽然他很佩服我的机智，可这也让赛罗很是无奈。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专门搞科研的蓝族，几乎没什么战斗力，如果遇到危险，他也没办法保护我。面对赛罗的质疑，我却缓缓亮出了手腕上的奥特手镯，随着璀璨的紫光撕裂黑暗，一套50多米的巨型铠甲拔地而起。不过相比帝皇铠甲的神圣，这套铠甲却散发着暴力煞气，宛如一尊降世杀神，正是巨人版本的修罗铠甲。此时随着铠甲现身，我赶快得意洋洋地炫耀起来。要知道这套修罗铠甲不仅能自主吸收能量，而且基础数据比赛罗的常态还要高上一点点。只要有了这套铠甲，不管面对什么怪兽，我都敢和他掰掰手腕。然而听到我的话，赛罗却猛地捏紧了拳头，不免想起了以前被我坑过的憋屈。随即他冷笑一声，既然比我的常态厉害，那一定很扛揍吧。话音未落，赛罗直接扑来，根本不给我喊停的机会。而我虽然装备逆天，但格斗技巧实在太烂，所以只能硬生生靠着铠甲的蛮力，一个擒拿按住了赛罗。见状，赛罗当场傻眼，你管这叫高了一点点吗？这力量起码翻了2倍。说完，赛罗当场红温暴走，下一秒就要召唤帝皇铠甲和我硬刚，我则吓得赶紧加大力气把他死死按住。你冷
静一下，我认输还不行吗？闻言，赛罗立马剧烈挣扎起来，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挣脱，因此只好无奈答应了我的讲和。看到他终于安分下来，我这才小心翼翼地松开钳制，并开始对他疯狂吐槽。毕竟这个超空间连个能量补给都没有，要是赛罗真的召唤出帝皇铠甲，恐怕闪红灯的速度会变得更快。就在这时，赛罗胸前的能量指示灯突然爆闪，刺眼的红光吓得他险些当场石化。这特喵是为啥啊？我啥都没干啊！看到他这副模样，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忘了告诉你了，嘿嘿，我召唤修罗铠甲，不小心把你的2个后备能源给用掉了。说完，见赛罗要再次和我动手，我赶快掏出一颗跳跃电弧的圆形水晶，而这颗水晶则是我研究出的便携式等离子火花核心，可以让奥特战士完全摆脱活动时间限制，但受限于材料与能量源，所以这项发明始终存在一些缺陷。看到我终于研究出了一个伟大的发明，赛罗这才强压下怒火，直接带着我迅速穿过宇宙壁垒，并进入了未知领域。但在这时，黑暗洛普斯的能量核心却因为引力的影响，当场炸成了一堆碎片。看着眼前悬挂于黑幕之上的无数星星，赛罗彻底陷入了迷茫之中。我也罕见的严肃起来，转而用修罗铠甲自带的扫描装置分析一番，但却发现一个残酷的真相：我们无法吸收这个宇宙的恒星能量。如果这样下去，我们早晚会因为能量流失当场嘎掉。不过我的分析却让赛罗更加破防，毕竟要不是我刚刚浪费了2个后备能源，现在我们根本不会面临能量上的困扰。你不是科学家吗？赶快想想办法！面对赛罗丢过来的高帽，我却完全不打算接下。没办法，我只是个籍籍无名的次系科学家。见我根本不打算接招，赛罗气得差点当场黑化，我则赶快表态，要是他能帮我找到一个恒星，我说不定能研究出能量转换。这番话终于让赛罗放心了不少。接着我们赶快火速飞向最近的恒星，但在飞行的过程中，因为修罗铠甲领先的一点点基础数据，赛罗很快就被我甩到了身后。与此同时，阿奴行星的悬崖边，重伤的蓝拼尽全力将马上坠入岩浆的弟弟拉了上来，但一头机械怪兽却突然出现，并朝着他们举起了钻头手臂。看到这一幕，蓝彻底陷入绝望，下意识的呢喃起来：“谁能来救救我呢？”他的话音刚落，胸前的红色宝石就突然亮起了微光。而在宇宙中遨游的赛罗，也在此时感知到了灵魂上的呼唤。等他将目光望过去，却见宇宙中有一颗星光极为耀眼。接着他回头看了一眼前方的我，当即开口呼唤了一声。但这个时候我正在四处观察，俨然已经进入了绝佳的钻研状态，根本没有听到赛罗的呼唤。见此，赛罗思虑再三，最终决定暂时先将我丢在这里，亲自去看一看，等解决完再回来找我。接着他留下了一个奥特签名，随即便化作流光朝着呼唤的方向全速冲击，并在关键时刻打爆了怪兽。不过蓝因为早有伤势在身，所以最后还是没了气息，这让赛罗有些于心不忍。偏偏此时能量指示灯又在疯狂闪烁，为了救人，再加上降低能量消耗，他只能化作光芒融入了蓝的身体。与此同时，原本失去生机的蓝突然坐了起来，小智则又惊又喜地扑进了他的怀中。然而还不等二人交谈一番，数十架机械怪兽就骤然降临。赛罗本想变身硬刚，可一看奥特手镯只剩下了1格能量，无奈之下他只好拉着小智逃到了一处山洞。但让赛罗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在这里看到了一块巨大的绿色石壁，上面全都是艾美拉鲁矿石。紧接着赛罗又在小智的介绍下得知了黑暗皇帝贝利亚烧杀抢掠的事情。就在赛罗为此感到吃惊的时候，大地突然开始巨颤，艾斯美拉鲁达皇家宇宙船更是破土而出，在几十架雷吉欧伊诺德的围堵下冲向太空。远在外太空的贝利亚舰队也发现了这架宇宙船，并派出3台黑暗洛普斯追击而去，但宇宙船的动作非常快，瞬息之内就逃离了此处，徒留3台黑暗洛普斯在原地不知所措。这时远在宇宙之内的我终于回过了神，并循着奥特签名留下的线索追了过来，却正巧看到了3台黑暗洛普斯，还有庞大的贝利亚舰队。不容我多想，3台黑暗洛普斯就将我当成了目标，气势汹汹地奔我冲来。若是以往，我这个蓝族科学家可能会掉头就跑，但如今我心系赛罗的安危，更是迫不及待地想发泄满腔怒火。随即我缓缓掏出奥特断头刀连发器，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下一秒，数十发奥特断头刀呼啸喷出。面对断头刀密集的攻击，3台黑暗洛普斯根本避无可避，只能任由自己被当场切碎。做完这一切，我不敢多做停留，在取走其中1台黑暗洛普斯的能量核心后，我便解除了修罗铠甲，随即化作一束蓝光消失在原地，四处寻找起了赛罗。可我飞了半天也没见到他的踪影，就连帝皇铠甲手镯向我发来的信号也变得时断时续，这让我瞬间慌了神，不免怀疑这位太子爷是不是真的嘎在了这里。但想了想他身上的主角光环，我还是暂且放下了心。这时远处再次降临无数台黑暗洛普斯，见此场景，我的目光愈加冰冷，心里也随之有了一个反击的计划。随即我赶快缩小身形，躲到阿奴星的一处隐蔽山洞，并用我的科研手镯迅速搭建出一座虚拟实验台。经过一番操作，我终于成功读取了黑暗洛普斯的能量核心，甚至还锁定了敌方舰队总部的信号渠道。身为科学家，就没人比我更懂该如何对付这些铁疙瘩。人多是吧？我直接黑了你。与此同时，外太空的贝利亚舰队总部突然警报大作，主脑系统更是瞬间黑屏重启。接着一个经过智能改造的黑暗洛普斯立马扑到中控台前开始疯狂操作，但却绝望地发现系统权限已被彻底剥夺。就在这时，我的脸赫然出现在大屏幕上。我是光之国科学家塞克斯，通知你一下，现在这支舰队归我了。话音刚落，指挥室大门轰然开启，无数台被我反向控制的黑暗洛普斯一起杀入，几乎在瞬息之内就完成了对总部所有敌人的武力镇压。随即我独自来到了贝利亚舰队，但让我惊讶的是，我居然在运输舰中看到了堆积如山的绿色矿石，这让我兴奋的癫狂大笑。有了这些资源，我的研究绝对能突飞猛进。不过我也没忘了赛罗，赶快下令让全舰队追踪赛罗的信号，之后才来到指挥室展开虚拟试验台，准备研究绿色矿石。就在这时，舰队的智能主脑突然收到了一条上级指令，命令已经被我掌控的第5舰队立刻前往消极甲烷之海，配合围堵烈焰海盗。听到这个命令，我情不自禁地扬起了嘴角，完
全没想到还有其他舰队，这要是也能把他们黑掉，我以后还当什么科学家？完全能换一个军事家之类的身份。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立马行动，转而设计出一个暗藏木马的量子数据包，并将其塞入回复指令一起发送了过去。只要对方打开了这条回复指令，他们所处的舰队就会立刻受到我的控制。与此同时的另一边，贝利亚帝国军的总参谋黑暗哥奈看着我的回复，一眼就察觉出了数据大小的异常。接着他慢慢伸出触手，将指令隔离进虚拟沙盒，准备看看我到底想耍什么把戏。很快，木马数据包便原形毕露，衍生出海量信息流，开始疯狂冲击系统。见此，哥奈冷哼一声，直接伸出数条触手飞速敲击指令，试图反过来攻击我这边的智能主脑。我也立马察觉到了不妙，赶快切断联系，但对方还是快了一步，我也只能一边疯狂构建防御防火墙，一边打出量子信息流反击，局面也由此陷入了僵持状态。我们谁都无法黑进对方的系统，直到几分钟后，见这般下去难分胜负，我们两个无奈的默契停手。接着我继续研究矿石寻找赛罗，黑暗哥奈则暂时放下这边的事情，带队前往消基甲烷之海。与此同时的艾斯美拉鲁达皇家宇宙船内，赛罗和小智意外被卷入其中，他们不但在里面认识了艾美拉娜，而且还得知了贝利亚的暴行。紧接着他们一拍即合，准备一起去往消基甲烷之海，找岩之海盗打听一下帕拉吉之盾的下落。就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我则循着帝皇铠甲手镯的信号，带着舰队跟在了他们的远处。但那艘宇宙船的速度实在太快，我一个猝不及防就被甩在了几光年以外。对此我深感无奈，完全想不通他们为啥这么着急。不过对付贝利亚确实刻不容缓，而且贝利亚帝国的实力也绝对不容小觑。为了应对贝利亚的军队，我思虑再三后决定兵行险招，利用绿色矿石强行改造了黑暗洛普斯部队。经过我的一番操作，第一台名为尤尼沃斯的试验机很快诞生。它的外表和黑暗洛普斯有很大差异，不但换上了银色的皮肤，就连纹路和眼睛也变成了金色。而且我还将雷欧塞文等人的格斗术植入了它的程序之中，胸前更是安装了等离子湮灭射线炮。因此这台尤尼沃斯1号的战斗力可以说是极其强大。接着我让他去外面试试最大限度的力量，得到命令后，尤尼沃斯1号立马飞向太空，胸前也猛然升起炮管，开始极限蓄能。随着炽烈的等离子湮灭射线喷涌而出，舰队前方的一颗行星瞬间被轰成虚无。但就在射线继续爆射的时候，帕拉吉之盾却凭空出现，不仅轻松挡下毁灭射线，甚至瞬间反弹出更加恐怖的能量光束。眼看这道能量即将吞噬整个舰队，我赶快狂敲控制台，彻底解除了机体限制。尤尼沃斯，给我超负发射，有多少能量全都使出来。彻底解禁的尤尼沃斯双眼光芒大盛，胸前爆发出更加汹涌的能量，代价却是机体开始寸寸消融。待到两股毁天灭地的能量死死对撞，周围的宇宙空间再也无法承受，瞬间崩碎扭曲，恐怖的异次元裂缝也爆发出了极强的吞噬引力。眼看舰队就要被卷入黑洞深渊，尤尼沃斯立刻触发保护主人的最高守则，燃烧最后的力量，张开护盾死死挡在了舰队前方，而他自己却被狂暴的引力无情吸入异次元虚空。伴随着空间裂缝缓缓愈合，帕拉吉之盾和尤尼沃斯也一同消失。见此我彻底傻眼，这个诺亚不会和我有仇吧？不给我帕拉吉之盾也就算了，为啥把我的尤尼沃斯也给吞了？征战了，我终于是带着抢来的舰队开始征战了。此时看到这一幕，我尽管无法接受尤尼沃斯的消失，但也只能默默地叹了口气，转而研究起了异世界宇宙能量的转换装置。与此同时的消基甲烷空间之海，赛罗等人终于赶到了这里，并在此处见到了一艘海盗宇宙船，还有充当海盗船保镖的红莲火焰。眼见赛罗等人到来，红莲火焰更是一言不合就上前和赛罗打了起来。但赛罗对此颇多顾虑，再加上他打算观察一下红莲火焰的实力，所以赛罗几乎没怎么用全力，一直都在拼命闪躲。等我终于赶到这里的时候，正巧看到赛罗被红莲火焰追着跑，我则勃然大怒，当场召唤修罗铠甲，并离开舰队瞬移到了红莲火焰的身后，直接一脚将他给踹飞了出去，径直砸向了远处一颗悬浮的陨石。等到解决了红莲火焰，我赶快来到赛罗的身旁关心起来。赛罗则没好气的摆了摆手，他伤不到我，我只是想问他几个问题而已。对了，你那个能量转换装置研究好了吗？我最后一个后备能源也用完了，早就研究出来了，要不是你小子乱跑，你现在早就满能量了。就在我和赛罗交谈的时候，调整好状态的红莲火焰再次袭来。见状，赛罗有心证明自己，当即用出雷欧教他的飞踢之术，朝红莲火焰狠狠地踢了过去。可在仓促之下，赛罗没有多少蓄力，因此很轻易就被红莲火焰打飞，下一秒就砸进了一颗陨石，久久没有爬起来。但我却觉得赛罗应该是觉得没脸见人，毕竟他现在连灯都没闪，绝对不可能爬不起来。不过我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赛罗挨揍，果断蓄力必杀技修罗毁灭光线，随时消灭这个红莲火焰。见我真的动了杀心，赛罗再也不敢装晕，急忙来到我的面前解释起来：赛克斯，快住手，他不是敌人，而且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他。闻听此言，我顿感无奈，但这个必杀技一旦发动就无法终止，所以我只好强行调转了方向。随着一道充满毁灭气息的紫色光束射出，这片空间之外的一颗小型卫星瞬间被轰成齑粉。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脸震惊，海盗船内的一众海盗却是义愤填膺，2打1，这不公平，而且居然敢欺负火焰战士，当我们不存在吗？是时候动用无敌烈焰舰炮。说完，海盗船长就下达了指令。可在下一秒，掌舵手就哆哆嗦嗦地汇报了一条消息：船长，我们好像被贝利亚的第5舰队包围了。在这道话音落下后，我从贝利亚手中抢来的第5舰队也终于现身，直接拦在了那艘海盗船的前方。这幅画面让赛罗如临大敌。赛克斯，其实入侵光之国的幕后黑手就是贝利亚，他没死，而且这支舰队全都是他的爪牙，咱们有大麻烦了。看到赛罗这副紧张的模样，我却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赛罗，有件事我也忘了跟你说了。
胜利了，胜利了！我的舰队终于是成功击退贝利亚的舰队。此时我的话音刚落，赛罗胸前的指示器便突然开始闪烁。我果断掏出宇宙能量转换装置递给他。等到赛罗的能量完全恢复，我才将自己抢来贝利亚舰队的事情讲了出来。说完，见赛罗满脸的不可置信，我又向舰队招了招手，示意他们过来。而舰队在收到命令后，便缓缓停在了我的正前方。看到这一幕，赛罗彻底傻眼。这个场景已经足以证明我确实拥有对舰队的最高权限。可他没想到自己才和我分开这么短的时间，我就能不声不响地抢下一支舰队，这完全颠覆了赛罗对科学家的认知。看到赛罗迟迟没有说话，我只好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赶快去找那群海盗打听情况。甚至我还当场放出豪言，如果他们敢不回答问题，我立马就扬了他们。闻言，赛罗点了点头，之后就来到红莲火焰的面前，询问起了帕拉吉之盾的下落。碍于第5舰队带来的压迫感，红莲火焰更是想也不想就给出了答案：帕拉吉之盾在镜子之心。可还不等红莲火焰的话音落下，深邃的太空中突然扭曲出一个空间漩涡，一支拥有数支战舰的舰队则如潮水般从中涌出，死死挡在了我们的前方。而在为首的黑暗主舰上，黑暗哥奈赫然站在上面，在对我们打量了一番后，他举止优雅地问出了一个问题：我是贝利亚帝国的总参谋黑暗哥奈，不久之前和我进行网络对抗的那个家伙在哪？感受到黑暗哥奈话语中的挑衅，我当即勃然大怒，不但主动承认了我就是那个家伙，而且还开始疯狂地辱骂对方。见我主动跳了出来，黑暗哥奈也不再多费口舌，下一秒就对舰队下达了进攻命令，随即所有战舰火力全开，无数黑暗洛普斯更是朝着我们蜂拥而上，而我也毫不退缩，同样对第5舰队下达了作战指令。接着第5舰队立马开炮对抗，虽然我这边的战舰数量比不上黑暗哥奈那边，但战舰经由我的改造，早就拥有了与其持平的火力，所以他们的炮弹攻击都被我的舰队尽数拦了下来。至于对方冲锋过来的黑暗洛普斯大军，我则派出了之前赶时间制造的尤尼沃斯大军，并将他们都给拦在了远处。眼见大战一言不合就直接打响，除了赛罗之外的所有人都不免有些傻眼，他们不了解内情，所以便以为这是贝利亚军队发生了内讧。而红莲火焰则悄悄凑到了赛罗的耳边，询问起了事情的真相。面对询问，赛罗犹豫了片刻，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们才刚到这个宇宙没多久，贝利亚就莫名其妙地送了我哥们一支舰队。听到这犹如天方夜谭的话，红莲火焰惊得直接竖起了大拇指。好兄弟，你能不能帮我说说，让贝利亚也主动送我一支舰队？这样的话，我就也能用贝利亚的舰队去打贝利亚了。新目标，新目标！我终于是要开始研究诺亚的时空之力了。此时的另一边，我们双方舰队的战斗也到了癌热化阶段，这片空间内更是已经躺满了黑暗洛普斯的尸体。反观尤尼沃斯却愈战愈勇，面对着不断增加的战损比，黑暗哥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思索片刻后，只能咬牙选择了撤退。见此，我原本打算追上去，但赛罗却秉着穷寇莫追的原则，直接上前拦住了我。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暗哥奈的舰队消失在这片空间。之后，我命令尤尼沃斯大军陆续返回了舰队，这才和赛罗交流起来。在得知他在寻找帕拉吉之盾后，我果断调出虚拟屏幕播放了一段录像，正是帕拉吉之盾和尤尼沃斯1号对抗的画面。看到那副盾牌，皇家宇宙船内的小智也趴到了玻璃上，并隔空发出一声惊叹：这个盾牌和父亲说过的模样好像啊！得到小智的认可后，赛罗也彻底放下心来。毕竟无论怎样，这下算是彻底知道了帕拉吉之盾的模样。但在这时，我却通过修罗铠甲的功能，发现小智身上存在异常的能量波动。随即我朝皇家宇宙船凑了过去，在发现我的靠近后，舰载智能詹伯特立马发出急促的警告：请离开本舰1000米外，否则啥？否则你要对我出手吗？说着我歪了歪脑袋，然而詹伯特自知不是我的对手，憋了半天也只能对我卑微的请求起来：否则我就要求求你不要伤害艾美拉娜公主殿下了。见詹伯特这么懂事，我满意的点了点头，放心，我什么都不会做的。小孩，把你脖子上的吊坠给我看看吧。说完，我在宇宙船内隔空凝聚出了一道紫色光团。小智见状犹豫了一下，这才将牛角吊坠放进了光团之中。下一秒，我便通过修罗铠甲从中扫描出了一股陌生又熟悉的力量，正是帕拉吉之盾。最让我兴奋的是，这块碎片内蕴含着极为珍贵的时空之力。要知道，光之国的时空技术一直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缺乏了时空力量的研究样本。如果我能通过这里面的时空之力突破技术瓶颈，那这一届星之徽章的评选，我必然会拔得头筹。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再也按捺不住科研的心，转而将光团里的吊坠传送到了我的手中。接着说明了一下我准备研究的想法，就直接变小回到了主舰之中。与此同时的黑暗帝国中枢控制大厅内，通过黑暗哥奈发送回来的全景录像，贝利亚已经得知了我抢走他的舰队，以及我们准备去镜子之星找帕拉吉之盾的事。这也让他的眼神骤然阴沉下来。哥奈，我现在将第1舰队交由你指挥，给我去踏平镜之星，将赛罗和赛克斯给我活捉回来。在贝利亚下达命令的同时，远在光之国的赛文也发现了信号塔3个能量全部变灰的事情，但他在沉默片刻后却忽然癫狂大笑：我儿子回不来了，我永远失去我的儿子了。找到了，我终于是要找到帕拉吉之盾了。此时听到赛文的话，同样在一旁关注信号塔的普雷斯吓了一跳，赶忙上前安慰了一番，岂料赛文的态度却极其悲观，更是认定赛罗没可能重新回到光之国。眼见赛文的心态越来越差，普雷斯也不敢再有任何隐瞒，赛克斯长官和赛罗在一起，他一定可以把赛罗带回来。闻听此言，赛文这才慢慢冷静下来。别人或许不了解我，可赛文却非常清楚，若是比试研究些歪门邪道，我的水平至少能领先希卡利108000光年，我的研究也常常能救众人于水火。至于水火是怎么来的，这个就要另当别论。不过在愈加放
放心的同时，赛文也产生了一个疑问，那就是极光之国全部力量也才能送赛罗一个过去，可我又是怎么跟过去的？对此，普雷斯老老实实的给出了回答。赛克斯长官将身体丢在实验室，只是用本源之光跟了过去。不过您放心，他该带的都带了。得知我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后，赛文彻底如释重负。可下一秒，一道机械合成声突然响彻整个光之国，先锋部队已到达光之国，秉承皇帝贝利亚的意志，消灭所有奥特曼。紧接着，无数台黑暗洛普斯自空中缓缓降临。看到这一幕，赛文心中的火气瞬间被点炸，当场冲上高空迎敌。不过旁边的普雷斯眼中却闪起了诡谲的光芒，二话不说便悄悄摸到了我的私人武器库。就在光之国陷入水深火热的时候，我却陷入了狂喜。这段时间我通过解析牛角吊坠，成功突破了好几个时空技术的难点，只是如果还要更进一步的话，就需要更多的样本和时间。但随着我抽干吊坠里面的最后一丝时空之力，整个牛角吊坠都化作一堆齑粉，消散在了空气之中。好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成功到达了镜子之星，并帮助镜子骑士净化了贝利亚留在他体内的黑暗力量。之后，我们来到镜子之星的地下神殿门外。不过因为神殿过于狭小，我也只能变成了人间体的模样。至于赛罗，如今他只是凭借宇宙能量转换装置来维持本体，要是变回人类形态，就再也没有多余的能量变身，所以只能半蹲在殿门外。此刻看到我以人间体出现，小智顿时眼前一亮：“你是赛克斯吗？我的帕拉吉之盾碎片呢？”闻言我老脸一红，接着掏出一块临时制作的仿品吊坠递了过去。可小智左看右看，却总感觉这个吊坠有种说不出来的古怪。见他观察的这么认真，我生怕他发现不对劲，因此赶快转移起了话题：“赛罗，你先在此处不要走动，我去给你买个橘子。”说完我就带着小智和艾美拉娜进入了神殿。赛罗则郁闷地蹲在原地，不明白我刚刚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不远处突然像镜面开裂般出现一道缝隙，一支舰队群正在围剿第5舰队的景象也随之浮现在赛罗的眼前。秒杀了！秒杀了！我的秘密研究居然秒杀黑暗洛普斯大军了！此时看到艾斯兴致冲冲，众奥都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赛文则在这个时候出列，讲出了我用本源之光跟着赛罗离开的事情。闻听此言，众奥的神情一下子放松了下来，体型有点臃肿的泰罗更是激动大吼：“太好了！我不敢想象，没有宇宙警备法的限制，赛克斯会有多离谱。”奥父也连连点头，默认了让我在全宇宙大闹一场的事情。接着他就下达了作战命令，带着所有奥特曼冲上高空，和贝利亚军队发生了战斗。只有普雷斯悄悄进入一条直达地心的秘密隧道，径直来到一个庞大的球形装置前。自从上次被贝利亚冻成冰雕后，我为了让光之国不再受到侵害，便偷偷发明了一件毁灭杀器，也就是这个被称为量子构造重组机的球形装置。不过这种武器的杀伤力极为庞大，甚至超过了宇宙警备法规定最大杀伤力的10几倍，而且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除了心腹普雷斯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知晓这个武器的存在。也只有在光之国陷入危急存亡的关头，它才被准许使用。紧接着普雷斯在装置的操控面板上一通操作，量子构造重组机也蓄能启动完成，代表发射的按钮则缓缓亮起。见此，普雷斯神情狂热地发出一声呐喊：“赛克斯长官的伟大发明，请守护光之国吧！”在话音落下后，普雷斯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按钮。与此同时，感应到光之国遭遇生死危机的奥特之王也赶了过来。可还不等他对黑暗洛普斯军队出手，一股无形的波动便从光之国深处荡漾开来，所过之处的敌人都在顷刻间化作细微的金属分子，旋即又立马重组成一件人类拳头大小的玩偶。看到这强大而诡异的等量子波，奥王立马想起了我这个疯狂的科学家。整个光之国也只有我才能研发出这种规模的武器。但就在他感慨的时候，他却发现那股等量子波动并没有消失，而是不停地向外扩张，将沿途的一切行星和陨石都给变成了玩偶。见此场景，奥王淡淡一笑：“年轻人就是年轻人，总是有考虑不周的地方。看来我这把老骨头还得再为他护航几年啊！”说完，奥王抬手释放出金光璀璨的王者力量，眨眼间就凝聚出一道屏障，护住了方圆1光年的所有事物。在奥王大显神威的同时，母舰内的我经过不懈研究，终于取得了辉煌的研究成果。然而在这种可喜可贺的关头，一旁的赛罗却仍然满脸失落，显然是陷入了自我怀疑。面对这一幕，我果断上前赏了他最爱吃的大嘴巴子：“别在这颓废了，跟我回光之国摇人去！”闻言，赛罗有些诧异：“可我们怎么回去？你不会是掌握了时空技术吧？”“没错，而且我要回去取一件伟大的发明，只要有这个发明在，再来几百万个贝利亚也没用。”决战了，决战了！在我的计划下，光之国终于要和贝利亚展开决战了。此时听到赛罗的话，我这才意识到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赛罗则缓缓讲出事情真相。原来普雷斯早年就向斯蒂优拉表达过爱意，只不过斯蒂优拉最新体术训练，而且也看不上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雷斯，这才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直到黑暗洛普斯大军来袭，斯蒂优拉被数十台黑暗洛普斯围攻。就在这危机关头，普雷斯操作量子构造重组机，一举歼灭了所有的黑暗洛普斯，这才俘获了斯蒂优拉的芳心。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我也来了兴趣。不过还不等我多加询问，奥王就来到了这里。见此，赛罗赶快毕恭毕敬地打了声招呼，我则有些不知所措：“大王，小爷，不对，小东西见过大王。”见我如此紧张，奥王倒也见怪不怪：“小家伙不要紧张，我是来找你们一起去开会的。”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奥王的眼神总是有意无意地瞟向我，这让我一时有些摸不清头脑，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但我也没多想，而是和赛罗一起跟着奥王去参加了奥特一族的会议。与此同时的黑暗帝国堡垒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侵略大军的作战画面终于传送了回来。眼见光之国本土被火海淹没，贝利亚再也忍不住地发出狂笑：“贱，这就是你守护的光之国，真
真是脆弱的不堪一击啊！可他刚笑了没2秒，脸上的笑容就变成了错愕。只见画面中的洛普斯大军上一秒还在疯狂攻击，下一秒就伴随着一阵诡异的能量波，变成了人类拳头大小的玩偶。看到黑暗洛普斯大军瞬间被团灭，贝利亚惊得忍不住颤抖起来。不过他毕竟见多识广，很快就想通了其中的关键所在。光之国一定是动用了某种大规模杀伤武器，这种武器甚至连他都找不到任何的应对之法。但这也让贝利亚对光之国愈发的不屑。什么奥特精神，这种大规模的灭绝力量，不是禁止使用的吗？剑，你果然是道貌岸然啊！此时的光之国议会大厅内，为了彻底消灭贝利亚，我围绕时空技术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也就是利用时空技术将10万个奥特战士传送过去，让他们包围住贝利亚的舰队，以免敌军趁乱逃脱，之后再把量子构造重组机带过去。到时候无论面对多少个黑暗洛普斯，都能一举消灭。然而一直走神的泰罗却没听到我的完整计划，反而第一时间提出了质疑，认为派出10万个奥特战士完全是多此一举。闻听此言，我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奥夫大队长，我举报泰罗开会不认真听讲，我都说了需要那些战士组成包围圈，我强烈建议关他1年的禁闭。这番话让泰罗瞬间破防，你这么玩是吧？你小子私自研发灭绝性武器，我也要关你100年的禁闭。泰罗，你是不是被吉普车挑战擂台打傻了？禁闭室就是我改良的，他怎么可能关注我？稳啊稳啊！奥特之王居然变成我的靠山了。此时得到我的回答，泰罗气得浑身发抖。那我就用奥特镣铐把你和我锁一起，我看你还怎么跑！你是不是忘了，奥特镣铐也是我发明的？眼见这2个方法一点用都没有，泰罗索性祭出了大杀器。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就一句：违反宇宙警备法且拒不接受处罚者，将取消星之徽章的评选资格。泰罗的这番话直接戳到了我的雷区，险些让我当场暴走。好在奥王及时站了出来打圆场，并将会议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了我的计划上面。经过重奥的投票表决，最后一致决定实行我的计划。不过在准备行动前，奥王却问出了一个问题，想知道我的量子构造重组机实验过几次。对此我认真的想了想，最后发现只实验过1次，但这次的实战效果和我的实验结果没什么区别，只是量子构造重组机消耗的能量和黑暗洛普斯玩偶的储能数值完全对不上，几乎差了10倍多。感受到我的疑惑后，奥王也很快给出了回答，原来是他及时出手压制了不断扩张的量子波，这才大幅度减少了洛普斯玩偶的储能数值，否则量子波会不断向外扩张，到时候光之国周围100万光年的一切物质都将随之化作玩偶。这番解释让我有点傻眼，说实话我怀疑奥王老爷子在硬吹，但我没有证据，毕竟量子构造重组机虽然没有经过多次实验，但我还是估算出了它最大限度的威力，别说危及100万光年，就是1光年都够呛。不过老爷子既然已经这么说，那我就必须无条件相信。随即我虚心请教起来，想知道该如何才能解决量子构造重组机的缺陷。对此奥王却是摇了摇头，搞科研你才是专业的，我可指点不了你。不过在你实验改进的时候，我这把老骨头会成为你的靠山，替你兜底，你可以尽管放心实验。交代完后，奥王也不再浪费时间，当即宣布召集10万奥特战士，一起去往贝利亚所在的宇宙，消灭所有的邪恶势力。等到一众高层离场下去准备的时候，奥王突然出声叫住了我，细问之下我才得知，原来是我的时空技术给了他一种熟悉的感觉，所以他觉得我应该是见过诺亚。我也没打算隐瞒，直接将我制造尤尼沃斯1号以及帕拉吉之盾现身的事情和盘托出。听我说完后，奥王轻叹一声，那诺亚连我都要让他3分，你居然还敢制造他生平最痛恨的机械为了惩戒你，他在你的身上留下了一道特殊意志，这次我就帮你解决了，但你以后一定要注意。说完，奥王在我的肩膀上轻轻一拍，我的身体也莫名其妙的轻松了许多，就像是有什么压在身上的东西被取了下来。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的身上居然一直背负着诺亚施加的负面效果，这让我的心中顿感恼火。奥王见我脸色阴晴不定，不由得出声打趣起来，想什么呢？你不会是想找诺亚的麻烦吧？太勇了，太勇了！贝利亚居然连奥王都不放在眼里了。此时听到奥王的调侃，我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我哪敢啊，他不找我麻烦都不错。说完，见奥王再没有其他事情想要交代，我便主动告退，转而来到了地心实验室。不过我没有急着准备时空装置，而是先取出之前收集的诺亚石像碎块，将其给熔炼成了一个乌龟石像。等到发泄完心中的怒火，我才取走量子构造重组机，准备将奥特大军传送到贝利亚所在的宇宙。与此同时的黑暗帝国战争堡垒内，为了抓捕我和赛罗，贝利亚将大部分兵力都派了出去，只留下了少部分维持堡垒运转的人手。按理说很快就会有捷报传来，但直到这个时候，贝利亚也没有收到有关我和赛罗的消息，甚至心中还隐隐产生了一种不安感。在思虑一番后，贝利亚忽然向智能主脑下令，让他即刻换回所有军队。然而这时，贝利亚却透过舷窗看到，外面的一处星空突然化作一个瑰丽的漩涡，紧接着无数奥特战士从里面飞了出来，为首的则是奥王和奥父等光之国高层。见此，贝利亚当场傻眼，不敢相信这群人居然有能力打到自己的老家，但他也没有失去冷静，毕竟这里是他的主场，还有那么多的艾美拉鲁矿石，即便是强如奥王也无法完全压制他。随即贝利亚果断向智能主脑下令，要求他立刻释放毁灭射线。在命令下达的一瞬间，爪形的战争堡垒立马松开了艾斯美拉鲁大行星，磅礴的能量随之荡开，将想要靠近的奥特战士们尽数逼退。紧接着堡垒的五爪翻转，开始在掌心处凝聚恐怖的能量。看到这一幕，奥府下意识的惊呼一声，不好，老爷子，那股力量太强，可能需要您出手了。然而奥王却没有任何回应，只是看了一眼身旁的我。此时我正在虚拟面板上疯狂操作，几秒后便成功篡改了智能主脑的核心编码。下一刻，整个黑暗帝国堡垒瞬间停止运转，五爪中凝聚的能量也骤然消散。这一幕让贝利亚气得破口大骂：赛克斯，早知道我当初就应该干掉你。然而还不等他的话音落下，奥王和奥父等高层就化作一道光芒，相继降临在贝利亚的四周。眼见自己落入了包围圈内，贝利亚却不惧反笑：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战胜我吗？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说完，贝利亚开始高速旋转身体，并化作一个黑暗陀螺迅速遁入地底。见状，众奥原本还打算追上去，可下一秒
秒，大地就轰然裂开，伴随着汹涌的能量光柱，便以超巨大化的电弧贝利亚随之显现出来。顷刻内就将距离自己更近的赛罗抓在手中，任凭赛罗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感受到这股强大的力量，众奥都不禁脸色一变，贝利亚更是忘乎所以，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一直旁观的奥王。没有人能拦住我，老登，就算是你也不行。太棒了，太棒了！我终于变成贝利亚舰队的主人了。此时听到贝利亚的发言，我直接惊得瞪大了眼睛，完全想不到贝利亚竟然敢碰瓷奥王。然而奥王却一点也不恼火，只是淡淡的瞥了贝利亚一眼，仿佛是在传达一个意思：小贝，差不多得了，别逼我在晚辈面前扇你。眼见气氛愈加的微妙起来，我赶快向奥王提了一个建议，希望他能给赛罗借点王者之力。要知道赛罗可是能变身帝皇侠，如果能得到王者之力激发铠甲的全部潜能，赛罗就能单刷现在的贝利亚，根本用不上奥王亲自出手。听到我的意见后，奥王直接将一道王者之力打入赛罗体内，在这股力量的影响下，赛罗的体表散发出淡淡的金色光辉，帝皇铠甲也瞬间合体。紧接着他猛地睁开贝利亚的手掌，并化作一道金光落在了地上。见此场景，贝利亚顿时气急败坏，立马向赛罗喷出一口充斥毁灭气息的电弧射线。然而赛罗却只是单手撑开火焰，就轻松挡住了这道射线，任凭贝利亚如何加大输出，也无法将那层护盾打破。这一幕让贝利亚更加的愤怒，该死，你这又是什么形态？这是冲破黑暗的光之形态。说完，赛罗将胸甲化作一面盾牌，一边顶住电弧射线的攻击，一边唤出一柄金色的巨剑。随即他持剑一挥，磅礴的能量顿时化作万丈剑芒，劈开电弧射线的同时，还划过了贝利亚及其身下的战争堡垒。这怎么可能？伴随着贝利亚难以置信的话语，他的身体瞬间分为两半，战争堡垒也轰然爆炸，化作汹涌的烈焰吞噬了一切。贝利亚不甘的身影则淹没在火海之中，直至消失不见。看到赛罗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所有奥特战士都不由得振臂高呼：太好了，贝利亚终于被消灭了！但还不等他们开始庆祝，许多奥特战士的指示器就亮起了红灯。对此他们都有些诧异，毕竟他们一直没有参与战斗，而且还在使用我的异世界宇宙能量转换器，根本没道理能量不够。这时光之国高层赶快聚在一起商量一番，最后发现是同时转换的人数太多，导致附近的能量稀薄，这才造成了所有奥特战士的能量不足。奥父也只能紧急改变计划，决定带领所有奥特战士返回光之国。至于贝利亚被派出去的军队，考虑到他们应该已经知晓老巢被摧毁的消息，这时候肯定躲了起来。所以为了维护这个宇宙的和平，我和赛罗自告奋勇地留在了这个宇宙。等到所有人进入时空漩涡离开此处，赛罗便兴致冲冲地解除了铠甲合体，准备去寻找贝利亚的残留势力。眼见赛罗的脑袋里除了打架就是打架，我不免有些无语，哪还有残留势力了？刚才攻击战争堡垒的智能主脑时，我顺便窃取了所有舰队智脑的最高权限，现在贝利亚的舰队全都是我的了。出征了，出征了！我终于要带着大军征战其他宇宙了。此时听到我的话，赛罗顿时瞪大了眼睛。他素来知道我在科学研究方面很牛，但也没想到我居然能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将贝利亚舰队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过因为这个宇宙本身就不和平，还有很多黑暗力量在四处烧杀抢掠，所以我和赛罗并没有返回光之国，而是乘坐我之前秘密开到这个宇宙的第5舰队旅舰，开始在宇宙内遨游，准备慢慢消灭这里的黑暗力量。在没有遇到敌人时，我则会搞各种研究，甚至为了获取足够的艾美拉鲁矿石，我还将贝利亚的所有舰队都给调了回来，让他们去帮我开采矿石。这种平静而充实的生活一直持续了10多天，直到某天，我和赛罗意外发现贝利亚居然还活着。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我们成功赶跑了贝利亚，但赛罗却因为听到有道神秘的声音在呼唤他，所以去往了一处特殊的时空，直接和我失去了联系。对此我原本没放在心上，可赛罗刚离开没多久，舰队的最高智能主脑便发出预警，检测到帝皇铠甲手镯信号，但未接收到赛罗奥特曼的本源气息。听到这声播报，我直接当场傻眼。要知道帝皇铠甲手镯可是和赛罗本源绑定，二者间的波动信号也完全相通，如今只能检测到手镯的信号，那就证明赛罗很可能死在了某个宇宙的角落。这个结果让我瞬间失去冷静，最终对智能主脑缓缓吐出一句命令：锁定信号源，并立即改造出10万台尤尼沃斯。我要踏平赛罗消失的那个宇宙。随着命令下达，悬浮在星空中的舰队便立马运作起来，海量的艾美拉鲁矿石源源不断地送入生产建仓，10万台洛普斯则排队进入其中。等他们再出来，就已经变成了通体环绕银色纹路的尤尼沃斯。与此同时，星空中的某处巨石上，在探知到我的最新行动后，贝利亚的灵魂顿时发出凄厉的咆哮。自从他被我和赛罗打跑，我就为每台洛普斯配备了黑暗气息追踪器，只要他敢重塑肉身，我立刻就会率领大军前来。因此这段时间贝利亚一直在东躲西藏，对我的怨念也在不停攀升。就在这时，另一道意志从贝利亚的灵魂体内升起：冷静，如今舰队群发生异动，或许正是你夺回力量的最好时机。听到雷布朗多星人的指引，贝利亚这才冷静下来，转而化作一缕黑气朝我的舰队群摸了过去。而在另一边，智能主脑已经完成对10万台尤尼沃斯的改造，随即我将所有尤尼沃斯安排到了一艘战列舰上，之后就打开一道时空漩涡，浩浩荡荡的去往了其他宇宙。贝利亚也在这时悄悄溜进了留守的最高指挥间，在扫视一圈这个熟悉的环境后，他情不自禁的癫狂大笑：我的舰队，你们很快就要回到我的怀抱了。过瘾了，过瘾了！我终于是逮住机会把赛罗给揍一顿。此时贝利亚刚一感慨完，便加快脚步潜入指挥舱内，并且一眼就盯上了展柜里的帝皇铠甲。见此，他瞬间狂喜，赛克斯居然把帝皇铠甲留下来，要是我能掌控这股力量，区区舰队又算得了什么？说完，他就狂笑着猛扑过去，但刚一钻进铠甲里面就彻底傻眼，这根本不是帝皇铠甲的真品，而是我专门放在这里的空壳模型，目的就是为了引诱一直躲在暗中的贝利亚。此刻贝利亚刚反应过来，四周就瞬间升起光壁，将他死死困住。智能主脑的提示音也随之响起，指挥官大人恭候多时了。与此同时，另一处宇宙的地球外太空，我驾驶着战舰从时空漩涡中
中冲出，却忽然接收到了帝皇手镯的信号，电脑屏幕上更是出现了大赫的形象。这时候的他正带着帝皇手镯，和一众妹子谈笑风生。见此一幕，我立马反应过来，肯定是赛罗躲进了这个人的体内，这才导致我无法探测到赛罗的信号。意识到这一点，我霎时间怒火中烧，当即下令战舰悬停，并将身形缩小后召唤出修罗铠甲，下一秒就化作一道蓝光，犹如陨石般将地面上的大赫撞飞数十米。还没等他爬起身，狂风暴雨般的重拳已经狠狠砸在脸上。赛罗，就你一命，你还恩将仇报，拒绝变身，老子打死你！这番话让鼻青脸肿的大赫猛地惊醒，你也是奥特曼？救命啊！奥特曼打人了！闭嘴！说着我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直接把大赫扇晕了过去。见状，赛罗瞬间接管身体掌控权，抬手一把死死攥住我砸来的拳头，别打了，是我啊！闻言我这才收手，一把将赛罗从地上拉了起来。赛罗则揉着肿成猪头的脸，不停地抱怨我下手太重，甚至觉得我是在公报私仇，但我根本懒得理他，转而和一旁的武藏打起招呼。之前我为了突破时空技术瓶颈，曾去找过拥有穿越时空能力的高斯，虽然最后高斯没办法为我提供任何的研究价值，但我还是和高斯武藏成为了好朋友。等到寒暄过后，我又问起眼前的状况，赛罗立刻解释自己是来支援戴拿的，而这一切都是百特星人搞的鬼。话音未落，原本蔚蓝的天空瞬间被无尽的黑幕吞噬，百特星人的巨脸在空中狰狞浮现，他狂笑着叫嚣，要让所有人感受恐惧，随即召唤出数颗火球砸向地面。面对漫天火雨，我随手按了下腕部的手镯，伴随着一道蓝光闪过，漫天火球眨眼间就灰飞烟灭。见此场景，我顿感不屑，就这点实力，你装啥呢？我的话让百特星人恼羞成怒，大手一挥，直接劈下5道黑色闪电，5头体型庞大的怪兽兵器随之落地，但我却不紧不慢地打了个响指，接着无数台尤尼沃斯犹如暴雨般从天而降，瞬间遮盖了整个苍穹。敌人多吗？谁怕谁啊！迎战了，迎战了！我终于要迎战海帕杰顿了。此时看到天空上的尤尼沃斯，百特星人顿时目瞪口呆，震惊的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我则直接对尤尼沃斯下达了攻击命令，紧接着所有尤尼沃斯双手交叉，耀眼的光芒瞬间汇聚爆发，5头怪兽已随之灰飞烟灭，连一丝残渣都没能留下。这一幕让百特星人目眦欲裂，等着吧，等杰顿苏醒了，就是你的死期。丢下狠话后，百特星人的全息投影立马消散，我却嗤笑一声，根本没将他放在眼里，转头向赛罗等人问出了敌人老巢的所在地。等我们带着尤尼沃斯大军到达杰顿的位置后，便看到了一个巨型血色肉瘤，正是还在虫卵里的幼年体海帕杰顿。这时天空中百特星人的飞船突然显现，看见我居然敢大摇大摆的上门挑衅，他顿感怒火中烧，杰顿，给我杀了他们！随着命令落下，血色肉茧发出一声刺耳尖笑，猛地探出巨镰劈向了我，但我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一个尤尼沃斯则闪身上前，撑开护盾，轻松挡下了这一击。随即我微微一笑，杰顿就是你嚣张的资本了，可惜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干掉杰顿的。说完，我给赛罗和武藏使了个眼色，并趁着他们变身将戴拿石像救出来的时候，立马下令让所有的尤尼沃斯发动光线攻击。然而能量洪流非但没有让幼体杰顿灰飞烟灭，反而为他提供了充足的能量。海帕杰顿更是在战火中降临。见此一幕，百特星人顿时哈哈大笑。我在等杰顿孵化，你在等什么？在百特星人话音落下的同时，海帕杰顿也释放出了恐怖的威压，瞬间席卷整颗星球。我则看向手镯对海帕杰顿的检测数据，却发现它的各项数值都是3个问号，而这也是除去奥王之外第2个让我的扫描仪显示不出具体数值的存在。但暴脾气的赛罗却根本不信邪，直接跃向高空使出飞踢，可下一秒海帕杰顿就凭空消失，瞬移到赛罗身后，一记重肘将他给砸进地底深坑。赛罗更是在重创之下久久无法起身。看到这幅场景，天空上的尤尼沃斯立马触发底层代码，果断蜂拥而上向海帕杰顿发动攻击。海帕杰顿则在尤尼沃斯大军内疯狂闪现，巨大的双钳如同死神收割，10秒的时间都不到，尤尼沃斯便全军覆没。见此，百特星人居高临下的疯狂叫嚣，我的杰顿是没有弱点的。眼见敌人如此嚣张，我再也忍不下去，直接将太空中剩余的尤尼沃斯大军叫了过来。随着密密麻麻的大军彻底遮蔽天空，我的心里也多了不少的底气。岂料海帕杰顿下一秒就化作一道黑色闪电，直冲尤尼沃斯的大军阵线，所过之处更是纷纷亮起爆炸的火光，每一秒都有上百台尤尼沃斯沦为废铁。看到如此大的实力差距，我顿感头皮发麻，还是小瞧他了，不行，得找奥王老爷子告状去。显微了，显微了！尤尼沃斯1号机居然单挑海帕杰顿。此时有了这个想法后，我赶忙开启时空隧道，准备带众人撤离。但赛罗却强行召唤出帝皇铠甲合体，你们走，我来殿后。说完，他就化作金光冲向了海帕杰顿。这一幕让我气得破口大骂，但我也不能抛弃好兄弟，只能让高斯带着人类和戴拿石像去光之国搬救兵，我则死盯战场，寻找着救人时机。此时的战场上，尤尼沃斯大军在海帕杰顿的攻击下不停的爆炸，赛罗则隐藏在暗处，死死盯着怪物瞬移的间隙。就在怪物现身的刹那，他化作璀璨金光，一剑贯穿了海帕杰顿的腹部。可海帕杰顿发出一声怪叫后就瞬间消失，下一秒直接闪现到赛罗身后，带着毁灭气息的重腿轰然砸下，赛罗更是被当场踹回了人间体。见此一幕，我赶快上前抓起赛罗，并钻进时空漩涡开始拼命逃窜，但百特星人早就锁定了我，当即操控海帕杰顿释放出一圈时空破坏波，瞬间扰乱了时空平衡，伴随着一阵空间紊乱，我和赛罗直接从虚空中跌落出来。接着百特星人狂妄的嘲笑声响彻天际，想跑，等我杀光这些破铜烂铁就是你们的死期。说完，海帕杰顿就开始进行最后的清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不断响起，尤尼沃斯兵团
很快就消亡殆尽。但我没有放弃，而是赶快带着赛罗朝宇宙的深处跑去。只要能逃出时空破坏波的范围，我就能再次开启时空漩涡，回到光之国。想到这，我催动了修罗铠甲的暗物质引擎，以超光速拼命狂飙。岂料就在我即将逃出破坏波的辐射范围时，海帕杰顿也已经碾碎了剩余的尤尼沃斯，下一秒就一个闪现挡在了我的面前。他体内的百特星人则疯狂叫嚣：只要你肯臣服，我可以饶你不死。你也不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就你也配让我臣服吗？说着，我抬起手腕上的科研手镯，里面装着足以让宇宙坍塌的终极兵器，只要我能将其启动，海帕杰顿再强也得给我灰飞烟灭。但我和赛罗也将从此消失。眼见我仍然没有放弃抵抗，百特星人当即操控海帕杰顿发动攻击。就在巨钳即将打在我的身上时，一具银色身躯忽然从不远处的碎石带中冲出，瞬间挡在了我的身前。巨钳狠狠贯穿了银色身躯的胸膛，却被他死死卡住，无法寸进。紧接着，银色身躯反手就是一个清脆的大耳刮子，狠狠抽在了海帕杰顿的脸上。休想伤害指挥官大人！这始料未及的一巴掌让所有人都当场傻眼，我更是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因为我能看得出来，那竟然是我亲手打造的尤尼沃斯1号机。这时，百特星人怒极反笑，果断操控海帕杰顿疯狂发力，巨钳直接从1号的腹部一路向上狠狠撕裂到头颅。然而1号机不仅没有当场爆炸，甚至还再次甩出了一个响亮的大耳刮子，休伤我主！胜利了，胜利了！我终于是消灭海帕杰顿了。此时1号刚把话说完，下一秒就又是一巴掌扇在了海帕杰顿的脸上。这接连3巴掌让海帕杰顿瞬间爆怒，嘶吼着瞬移到1号的身后。巨钳猛地砸下，却扑了个空。只见1号同样瞬移消失，并开始和海帕杰顿在虚空中疯狂闪现互殴，只留下了不断爆发的能量震荡。看到这个场景，我彻底傻眼，想不通1号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强。不过我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可能性，1号应该是在跌入异次元裂缝后，身躯材质发生了某种突变，从而充满了异次元能量。至于他能和海帕杰顿打得有来有回，也不是因为他有多强，而是因为足够难缠。海帕杰顿根本打不到他。但我转而意识到一个问题，海帕杰顿打不到1号，却可以打到我。只要他调转攻击目标，1号绝对会实体化来保护我。果然，下一秒，海帕杰顿突然调转矛头朝我扑来，1号则一个闪现来到我的身前，任凭海帕杰顿的巨钳洞穿自己的身体。随着刺耳的金属碎裂声接连响起，1号内部构造被彻底挠，机体眼灯的光芒也越来越暗淡。看着摇摇欲坠的1号，百特星人开始大声嘲讽：为了一个弱者搭上自己，值得吗？守护指挥官是我唯一的使命。说完，1号残破的身躯陡然炸裂，变成一条银色锁链，将海帕杰顿死死锁住。随后，他的声音从虚空中传来：指挥官，请向我发射最大威力的等离子湮灭射线。闻听此言，我的眼眶瞬间通红，只能无奈架起我发明的等离子湮灭重炮。然而，直到炮口蓄能完毕，我也迟迟没有按下发射键。毕竟1号早就诞生了意识，如今和我的亲生骨肉几乎没什么两样。这一炮下去，1号和海帕杰顿必定同归于尽。我又怎么忍心伤害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只能在心里祈祷奥王能尽快赶来救场。就在我如此想着的时候，海帕杰顿也开始拼命挣扎，银色锁链更是逐渐出现崩坏的势头。这时1号决绝的声音再次响起：指挥官，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怪兽还有3秒就会挣脱锁链，这将是我为您做的最后一件事。听了这话，我瞬间双眼通红，并在最后1秒怒吼着按下发射键。随着毁天灭地的光芒吞噬整个星空，1号和海帕杰顿都在汹涌的能量下湮灭。等到一切归于平静，攻击中心只剩下了一个异空间节点，里面则关押着无数人类。赶来支援的奥王也终于到场。眼见战斗已经结束，奥王的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惭愧之色。对不起，我来晚了。但我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随手把昏迷的赛罗扔了过去，继续像疯子一样在宇宙尘埃中翻找。可翻来覆去也始终没有找到1号的任何能量，只能在原地无助的痛哭起来。然而这时，周遭的空间却突然发生扭曲，一道半透明的虚影随之浮现。指挥官大人，您是在为我伤心吗？串台了，串台了！泰罗居然召唤出炎龙铠甲了。此时看到1号重新出现，我的眼中顿时涌现出不可置信。说实话，连我也没想到1号居然还能以类似灵魂体的形式出现。但在仔细打量一番后，我立马反应过来，眼前的1号显然是异次元能量凝聚的离子体，随时都有溃散的危险。见此一幕，我赶快掏出一个特殊的球形装置，猛地将离子体状态的1号收了进去，并下定决心为1号重新打造个身躯。毕竟制作一个能契合异次元能量的物质身躯，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难事。看到我重新恢复了斗志，远处的奥王也放下了心，将失魂落魄的赛罗扔给我后，就迫不及待的当场开溜。接着我解除了修罗铠甲，转而对赛罗安慰起来：要不要回光之国试试我的吉普车训练台？绝对能帮你找回自信。真的吗？可是贝利亚怎么办？咱们还没有消灭他。不用担心，贝利亚已经被我逮捕了。说完，我调出一段录像，只见贝利亚的灵魂被锁在了量子囚牢中，正在里面无能狂怒。看到这个场景，赛罗这才放心。随后我们踏入了时空漩涡之中，但我们刚离开不久，宇宙中突然撕开一道金色漩涡，塔尔塔洛斯和赛博尔特随之出现，将赛克斯逼入绝境的百特星人到底会给我怎样的惊喜？赛博尔特，给我复活他！随着一声令下，赛博尔特立刻念诵咒语，接着无数基因碎片从虚空中疯狂涌现，瞬间拼凑出百特星人的身躯。然而他才刚刚复活，下一秒就被塔尔塔洛斯死死掐住脖子，并被要求效忠于王国。这股强烈的窒息感让百特星人瞬间清醒，他艰难地挤出一抹狞笑：只要能杀赛克斯，我什么都答应。而且我的实验室里还有一个终极构想，只要能将其实现，赛克斯必死无疑。时间转眼来到几天后，光之国终于迎来历史性的一刻，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灵魂状态的贝利亚被押上法庭，并被判处了终身监禁。然而面对判决，贝利亚却冷笑着出言嘲讽：极致的黑暗即将降临，你们等着吧。对此，奥父根本没当回事，而是命
命令佐菲将他关入了宇宙监狱。回到牢房的贝利亚安静的宛如死尸，缩在角落一动不动。这反常的举动让看守的佐菲脊背发凉，那句黑暗降临的诅咒更是萦绕在心头。因此，为了以防万一，佐菲只能死死盯着囚牢，整整3天3夜不敢合眼。可贝利亚依旧毫无反应，无奈之下，佐菲只能叫人换班，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去倒头就睡。但在他陷入沉睡的瞬间，角落里死寂的贝利亚灵魂突然爆发出极其恐怖的黑暗波动。与此同时，一座庞大的战场凭空降临在光之国外，无数早就被消灭的亡灵怪兽在里面疯狂咆哮，连迪迦戴拿等奥特曼也被卷入其中。眼见战场正在不断向光之国逼近，艾斯想也不想就提着断头刀连发器杀了进去。泰罗更是不甘落后，直接掏出了从我那里偷来的手镯。炎龙铠甲合体，新发明，我居然给尤尼沃斯安上盗版的诺亚之夜。此时随着泰罗变身炎龙铠甲，赛罗也爆发出恐怖战意。这一次我一定要守护好一切。话音未落，他便化作一道流光，凶悍地砸进战场核心。见此，奥父当即一声令下，随即警备队全体立马杀入战场。在我研发的武器加持下，战场上的怪兽很快就被全部清除。但就在最后一头怪兽倒下时，浓郁的黑雾轰然爆发，所有死去的怪兽瞬间满血复活，众奥也随之陷入绝境。面对这一幕，初代焦急地看向奥父，大队长，要用量子构造重组机吗？不行，量子构造重组机短时间内只能用一次，等到了最后关头才能用。见奥父否决了这项提议，众奥只能一鼓作气，再次冲向了那群复活的怪兽。就在前线打得水深火热之时，我正在实验室内开展实验，准备帮1号重新制作一个躯体。对此，普雷斯深感担忧。长官，私造机械智能战士可是要被关1万年的，怕什么？我背后站着的可是奥王老爷子。说完，我取出那个球形装置，并在放出里面的1号离子体后，将其引入了实验台上的全新躯体。伴随着菱形眼灯骤然亮起，新形态的尤尼沃斯顿时悬浮在实验台上，不断适应着新身体。如今的他和之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浑身都散发着神性光辉，而且背后还多出了一对异次元之翼。这对翅膀是我借鉴诺亚老登的时空之翼研发出来，有了它的帮助，尤尼沃斯不仅穿梭次元的时候将更加便捷，关键时刻还能化作坚固的次元壁盾。随后尤尼沃斯降落在我的面前，很高兴还能见到你，指挥官，您为我设计的新身体简直完美。闻言我刚打算说些什么，但下一秒就因为耗费了太多精力，所以直接晕了过去。见状，尤尼沃斯一个闪现接住我，指挥官大人，请您安心的休息一下吧。与此同时，光之国外的战场上，黑暗支配者的庞大身躯轰然降临，随着他挥动手中的黑暗闪光，正在厮杀的奥特战士和怪兽通通变成了人偶。眼看黑暗闪光的力量波动直逼光之国，留守在警备部的梦比优斯果断启动量子构造重组机。下一秒，两股诡异的力量在太空中相撞，剧烈的能量瞬间撕裂虚空，那处战场连同所有人偶都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见此，梦比优斯本想去寻找奥父他们，但已经失去所有战力的光之国不能没人留守，再加上仅存的战力佐菲沉睡不醒，因此梦比优斯只能把希望放在了我的身上。听说赛克斯已经回来了，要是他能坐镇光之国，我就能毫无顾忌地去宇宙寻人了。